今天是龙应台基金会第一次的不寻常对话。我们是希望把不同立场、不同信仰、不同领域，甚至于是完全观点不同的朋友们，能够带到这一个小客厅里头，做一个比较真诚的对话。那目的当然是希望说，在我们这个分别成为不同的同温层的社会里头，可不可以多一点了解同温层之外的心灵跟他的视角，那让这个世界就多一点真诚，多一点相互的欣赏，跟更包容的一个社会。那我们今天这是第一次的不寻常对话，然后就是两个确实是领域非常非常不同的人在一起。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不寻常对话的第一位来到这个客厅的客人，其实真的是全世界的知名。那如果要知道李菲菲她完整的履历的话，其实上网查一下，那就是没完没了的都是她的履历。所以今天呢，我就想简单的讲一下她的重点，就是她是什么样的人啊？他在2013到2018年的时候是 Stanford 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在2017到2018，他有 sabbatical leave 的时候，他是 Google 的副总裁，同时也是 Google Cloud AI 的首席科学家。那再过了一年，到2019年的时候，他在 Stanford 大学就成立了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研究院，所谓Human Centered AI。那他是联合的主任。那再过一年呢，他的履历就更奇妙了。他在2020年的时候，就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这不太稀奇，因为他是一个工程师。但是他在同一年竟然也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医学院的院士，这就有点奇特了，说不定待会可以讲到。那再过了一年，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在 COVID 期间了。李菲菲在那一年，就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所以他不但是工程师，他又跟医学有关，然后他又跟事实上跟译文有关，本身就非常的跨领域。那你如果要描述李菲菲的领域的话，我确实还做了功课，问他说我要怎么介绍领域，他就跟我说那是 AI， 我们都知道，还有机器学习，还有深度学习，还有电脑视觉，还有认知神经科学，还有 AI 跟医疗交叉科学。这几个词这样一连串的下来的话，其实我想对于街上随便走的一个人，大概没有一个字是听得懂的。可是呢，我们换一种说法，就是说，那我问他说，李菲菲，在你的那个领域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平常走在路上的普通人、正常人可以理解你的那个领域带给了我们什么的？好，我现在有非常具体的例子了啊。他说，比如说，单单讲其中的一项啊，就是这个 computer vision， 就是电脑视觉的这件事情带给了我们什么？第一，无人驾驶。汽车自己有了眼睛，有 vision 啊。第二，这我都听得懂了。然后第二项我也听得懂，就是他说，比如说我们在 iPhone 里头的所储藏的照片做整理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因为我的照片里，我只要写说我要找的是鸡的照片，他马上帮我辨认，我所有的鸡照片全部都出现了，这是来自于他的领域的研究的结果。那用在医疗上的更多了，放射科或者是病理的解析。还有大家都比较知道说国家治理方面，我们今天就有好几位部长前部长在这儿，就是他也可以透过因为有这个 computer vision， 所以可以侦测说大的这个火烧山的地区或者是旱灾的地区，这个我也明了。但是你知道吗？我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因为这2年来我跟渔民跟农民有很多的朋友，很多交流，其中有一项是这个用在农业跟渔业上的。那用在渔业上的是做什么呢？比如说鲑鱼的养殖，那养鲑鱼的产业呢，他发现一群鲑鱼的时候，会有的鱼特别贪吃，吃得很快，吃得很多，长得很肥。
可是有一些鱼呢，它吃得慢，它不吃，所以它长得很瘦。所以没有一个同样的标准的鱼会出现。那因此，当你用5G 再加上 computer vision 的时候，放在水里头，它会做鱼脸这么 recognition。不光是脸，还有身材，还有身材，对，还有色彩，对不对？所以它居然可以看到哪些鱼是吃太少了，你会太瘦。所以这样有这种鱼脸辨识的话，那就针对这些鱼多给它点食物，那实在是太神奇了。好，那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介绍啊。所以菲菲，我们今天晚上对话，谢谢，我真的是要先说谢谢英台的邀请。这次很高兴来到台北，有机会这个线上线下跟朋友们见面。我们今天线上有2500个朋友登记了，那他们来自世界各方，美国的、东南亚的、中国大陆的、香港的，当然台湾的非常非常的多。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我很喜欢的鱼脸辨识啊，所以就我所知呢，是菲菲你曾经在做 ImageNet 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好年轻哦。那个时候做的事情是人类第一次用大数据来训练机器学习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一下这个 ImageNet？ 可以，谢谢。你说我那个时候好年轻，我现在好伤心。我是大概21世纪初进入 AI 这个领域的，尤其是机器视觉这个领域。当时这个领域已经有一个非常 ambitious 的目标，就是怎么让电脑像人一样的看见这个世界，看见这个世界的物体，看见这个世界的场景。那么从统计学和机器学习的角度讲，我们花了各种办法、各种算法，大家都在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很艰难，整个领域也在不同的方式在探索怎么出现突破。那我自己在2006年左右作为一个年轻的教授，我和我的学生可能有了一次就是一个 epiphany， 就是我们想到其实人在成长过程中，尤其是人的幼儿，其实他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在早年可能就是0到2岁，甚至一直到5、6岁去学习这个世界，用眼睛去看这个世界。那他们其实是是接触了大量的数据的。这个世界他每天睁开眼睛，就是如果你算下来的话，是100万级、1000万级的图片在他的眼里走过。通过这个灵感，我们意识到了，其实机器学习可能一个重要的突破点是大数据的驱动。这是一个新的视角，在我们发现这个 idea 之前，大多数的算法没有通过这个视角去没有通过这个角度去尝试。所以我们实验室，我带着学生们第一次开始搜集大数据，因为当时完全没有大数据的数据库。我们在互联网上下载了这个近10亿幅图，然后通过大量的人工的这个crowdsourcing 的办法，把这个图片集最后做成了一个1500万张的图片集其中包括22000类的物体，这就是所谓的 ImageNet。 它可能这已经过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了。我觉得 ImageNet 已经早就是跟今天的数据量比，那就是真的是很小很小。但是我觉得它的最大的意义可能就是启动了大数据驱动的AI 的时代。我们还在讲这个，就是你说图片跟图片使得机器可以看见东西这件事情，对不对？我记得你在有一次演讲里头讲了一句话，让我吓一跳。你说 AI 是AI 可以看见人所看不见的，然后你又说AI 可以更看见人可以看见的。
那我当时听到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吓一跳的原因是说，当有人问我说文学有什么作用的时候，其实我的回答是说，文学可以使你看见你本来看不见的，文学可以使你更看见你原来可以看见的。所以就等于是把 AI 换成文学2个字的时候，它是完全，我是用同样的语法来描述它的作用。是吧？这个很有意思。其实在我的工作里，我很少接触这个作家，因为毕竟我是在科技界，所以听到你这么说，其实对我也是一种新的视角。没想到2个那么不同的领域有在这个点上是相似的。对，就是你文学的话，你比如说像鲁迅的小说啊，当他在写祥林嫂的时候，在一个乡村里头死了孩子的一个妈，他其实是，如果你一个没有接触文学的人，他不知道所谓痛苦这个东西。那你看了文学作品之后，你会理解，你不需要认识实际生活里认识一个有痛苦的人，但是从文学的世界里头，你会知道那个痛苦是什么。然后这就回到你跟我讲过，你在 AI 上面跟在医疗的交叉使用上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而其中也跟怎么样让 AI 可以让你了解痛苦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一致的地方。你要不要谈谈你 AI 那个医疗的交叉？可以，而且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跨界的对话就是说，我们要 demystify 一些 misunderstanding， 所以我先 make sure 今天的 AI 其实是不能看到或者体会到痛苦的，因为我们可能一会儿会谈到最近最新的一些 AI 的进展，我觉得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没有 mislead。那关于这个医疗这个问题其实是大概11年前，我还在斯坦福 AI 实验室做主任的时候，硅谷在台湾这边朋友们叫矽谷是吧 ？Silicon Valley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hard point 就是 self-driving car。self-driving car 为什么在大概10年前突然开始起来呢？其实它是几个技术的convergence， 一个就是 smart sensors 开始产业化第二个就是背后的算法开始变得强大起来那么我当时作为 AI 实验室主任，其实接触了很多汽车还有初创公司就是大家非常的 excited， 因为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可以改变交通的现状，我们可以减少车祸，我们可以帮助司机帮助行人，就是说 understand 这个 holistic situation。那我自己的生活，我其实这一点和印坛也很像，其实大家看不到的一面是我照顾生病的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医院里，不是在手术室的门口，就是在重症监护室的病房里，或者是在emergency room， 所以我对整个医疗的场景非常非常的了解。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们所说的 self-driving car 的技术，其实如果能在医疗上应用，会造福很多人类。因为在很多医疗的场景，不管是在病房里还是在家里，其实我们的病人，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包括年轻病人，会有很多的这个 safety dangerous situation， 不管是摔倒还是病房里的一些情况，但是很难有足够的人工，不管是家人、护理、护工医生去24小时全程监控。所以我们就和斯坦福医学院的研究者合作，开始启动了可能算是全球最早的，就是用 smart computer vision 来帮助patient safety 和healthcare delivery 的这个项目。那你问我说到痛苦这一点，那么我的学生都是很年轻，非常非常聪明的computer scientists， 因为他们的年轻，因为他们的学科，他们很少接触医疗，他们也很少接触病人。我来参与我的项目的学生，我每一次一个学年新的学生到，我就会说，大家举手，有谁进过 ICU， 有谁照顾过病人？很少有学生，偶尔所以我就意识到了
即使是我们在做一个 AI 的项目，但是了解这个项目背后人的状态，就是我们所想给病人带去的benefit， 那么了解病痛的痛苦，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会带着这些学生，或者是请医学院的教授研究者带他们去before they start coding, before they do AI， 去了解人本身在病痛里的感受，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菲菲，我们现在讲到痛苦这个东西吧，就是当我有机会到医学院去演讲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重视，因为我现在如果是对300个医学院的学生演讲，我知道说迟早有一天我掉到他的手里，然后他会怎么对待我。就说一个非常资优的学生，他永远做人生的胜利组，这样一路上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痛苦的人的话，那一个病人走到他的面前了，他是不是只看见他的腿，就说你就是一条腿，或者你就是一个身体，你怎么去有那个同理心？你要了解痛苦的话，那个同理心就会出现。我的问题给你的是说，那我们现在说，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你看看全世界像这样一个疯狂的生活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这个 ChatGPT 这件事情，简直是吓人的很它无所不在，这种爆炸性的它深入你的生活。所以我也想说，那 AI 它的所有的作用跟它的产生的讯息，其实都是后面有工程师做出来的。那事实上，如果说 AI 的那个知识体，它有一种所谓态度的话，那个态度来自那些工程师，也就是你的学生。那如果这些工程师真的是 one-dimensional human being， 他没有那种人文素养，他不知道什么叫情感或痛苦的话，那他出来的那个我们所侵入我们生活这些 AI 的东西会是一种什么状态？所以我要问，就回到你这个 human center 这件事情了。所以你会成立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这个 human center AI 的这个实验室，显然是有某种忧虑在你心里。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这个 human center 你这个机构正在做的努力是什么？我知道你有经济学者在里头，你有这个哲学家在里头，伦理学家在里头。跟我们说一下你忧虑的是什么，然后这个 human center 想要达到什么东西。 OK， 其实你已经说了好几个主题了我们一个一个的说。首先我们成立 Human Center AI Institute 不光是忧虑，也有期待，我不想把它只说成忧虑。那刚才英台你说我2017年到2018年在谷歌云做首席科学家，我们做研发也做产品。我觉得云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产品，也是一个 business model， 因为它其实它的 customer 是大大小小的企业，它不是个人。那我作为当时参与这个云的这个团队的话，我就接触了好多的，从开发者到小的 business 到大的 Fortune 50的 business， 各种产业，垂直产业，不管是医疗、金融娱乐、传媒、能源、这个农业这些。那当时在2017年到2018年，我最大的感受是 Oh my God， 我20年前进入这个领域纯粹是因为个人的好奇心，我就是喜欢，我觉得好玩 ，Nobody cares， 但是我觉得好玩。但是时光到了2017年、2018年，我突然意识到，我曾经这么热爱的一门科学，它不光是 my personal science， 它会变成一个 societal changing force。作为一个科学者，其实那个 moment 对我冲击特别大，因为我没想到这么一个 personal， 我甚至觉得 it's my AI， 突然变成了 everybody's AI， 而且 part of it 是我带来的这个 change。 那我的责任在哪里？各个大公司都在研发 AI， 从当时到现在更是火爆了。可是公司的目的是盈利，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对它的
对他的 shareholders，对他的 employees。但是人类前行的方向在哪里？公司盈利的公司其实不承载，或者是不全部承载这个责任，因为人类前行的方向是我们文明前行的方向。那指引文明前行的方向，它有很多的 dimension， 所以带着这个使命感吧，我回到了斯坦福校园，和斯坦福校长和我的同事们就在讨论，斯坦福其实是有一个历史使命的，我们的 AI 实验室是 part of the history， 也是 part of the future。我们今后怎么去研究 AI， 怎么去推广 AI， 怎么去教育下一代 AI 人，下一代的学生，直接会影响我们整个 species， 我们整个 world 前进的方向。所以在这个 context 下，我们觉得不管 AI 是多么的 artificial， 它的 bottom line 是 human centered。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了Human Centered AI Institute， 我们叫它 HI。那当时就像英台你说，我们是不是带着焦虑？是有焦虑，因为这么powerful 的一个 tool， 那么它会带来的很多改变，有些可能是 intended， 比如说我们说医疗，或者是这个给鲑鱼的这个测量身材，这些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改变。或者带来的影响，但是也有很多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人类整个的文明史都是在不断的发掘新的工具，但是每一次新的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不光是社会的进步，也有很多很多的挑战。那 AI 绝对是这样，所以我们 HAI 的信念，我们的 mission 就是去advance AI 的 research、AI 的 education、AI 的 policy 政策和 AI 的 outreach to better human condition， 但是也去 forecast 这些不同的挑战和 challenges。菲菲，这中间我们现在谈的事情中间有没有某种矛盾，或者说这其实是完全两个 level 的事情？怎么说呢？我们一方面我们刚刚讲了，我们为什么要强调 human-centered AI， 对不对？因为它有一种社会责任，对文明的责任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一种说法说，科学家或者是工程师，他可不可以 amoral？ 我们讨论过。那有一种说法是，你要有，就像我们其实谈文学家一样，文学家是不是要有，可不可以 amoral？ 那文以载道就是反对 amoral， 对不对？非道德。那所以这两件事，一方面我们希望说你要有这个人文关怀，你要有社会责任，你要有文明感，然后做 AI。另外一方面是说工程师可以无道德，因为他就是纯粹的好奇，纯粹的追求巅峰。这两个中有没有矛盾，或者是两个不同层次？英台这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也想反问你，这个作家，我想至少站在科学者的角度，这可能是一个 spectrum， 我也很难去dictate 所有的科学者，是吧？那有人可能 prefer 他就是 focus on 他的 science， 也有人会更多的想承担社会的责任感。我很想听你的答案，那我只想说一句AI 其实是一个巨大的 system。那我们今天说 AI， 包括 ChatGPT 也好，包括我们今后的 self-driving car 也好，它不是就是一个算法就行了。从这个整个这个工具的设计，比如说这个应用的设计，到算法，到数据本身，到最后它成为一个产品可以使用的产品，到比如说 API， 到它怎么推向市场，推向用户，它这个巨大 system 里边有很多很多人。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你提出来是我的学生们或者是工程师们，其实工程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在这个大的 system 里边，每一个角色他们的 role 是什么他们的 value 怎么去影响这个 system， 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
但是反过来，作家是不是应该 amoral？这个问题啊，让我想到一个故事。你知道捷克的作家昆德拉，他在2010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本书出版，叫做《Encounter》，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读得非常的仔细。为什么呢？他跟这个我们现在讨论问题有关。他写的是在共产党统治捷克的时候，那有很多被压迫的异议分子啦，有很多不能够表达的态度啊，有很多被抓到牢里去的人呢，也有很多附和当局的人，所以人是分派的。那他描述有一天他去看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是他们那些不赞成政府的那些很多异议分子的知识分子会到那儿去看这个医生的，所以到那个候诊室里头，他碰到一个新闻记者，他们两个在那个等候的时间，马上就觉得我们是同伙同志，所以带着那么融洽的这个同志感啊，看了医生，然后之后就同车离开诊所。可是，在那个路上，他们谈到另外一个老作家，那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一谈到对那一个老作家的评价的时候，两个人当场闹翻了。闹翻的点在哪？那个同志感就完全崩溃，没有了。闹翻的点在哪呢？是这个新闻记者是强烈的抨击那个老作家，说在这种高压统治的时候，你的作品你没有抨击当局，你没有抨击那个压迫你的人，你完全是写跟政治跟现实的问题无关的作品，所以你根本就应该叫做一个叛徒。那昆德拉很生气，他就说你凭什么要求所有的文学都必须跟政治有关，跟现实有关，跟抗议有关？然后昆德拉说，在那一种政治无所不在，而且所有的语汇，社会的语汇被一个东西所控制，就是你要不然就附和，你要不然就是反抗，没有中间的东西。他们在那种环境之下，他去写风，他去写山，他去写水的流动，其实他就在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有另外一个层次的存在。他说他的价值已经是无可比拟的，他们两个就绝交了。那所以用这个来回答你刚刚的问题是说，我个人啊，有很多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我个人我不太，虽然我被认为是个文以载道的作家，但是我个人是不赞成那个文以载道或者你要有社会责任感是作为一个文学的要求。我觉得文学家可以完全的 amoral， 只要他的作品是好。那所以就回到科学家跟工程师的，我们可不可以同样的说，你科学家跟工程师，你只要去追求这个世界上你不知道的东西作为你的唯一的追求的目标就可以了。我们容不容许它是这样的呢？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说你要 human center？ That's a good question。我觉得如果你放大到科学家，比如说黑洞，研究黑洞的科学家，我觉得这个答案就对，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我觉得我们 Human Center Institute 有一个层面其实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英台，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要求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就是他的科学的追逐或者研究的追求都是 necessarily at the level of social morality。 我觉得我们这个 institute 有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它是一个平台，它聚集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 stakeholder， 不同的discipline， 不同的学科，不同的 ideas， 甚至是不同的 societal role。你可能是一个 policy maker， 或者是一个 business leader， 或者是一个 educator， 来共同探讨 AI 这么一个重要的21世纪的新兴的科学。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并不是在就是说 dictate 这个 moral code 或者 moral values， 我们在encourage 一个 forum， 不同的对话，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探索。因为我觉得这种探索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这个工具是那么的 powerful， 那么的新，所以这个探索是非常有必要的。
菲菲，你那边也有哲学家，因为 AI 其实跟哲学的关系很密切的。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那个 Trolley 的例子，就是说你这个火车要去到底它不得不撞死人的话，那到底撞死这5个人呢，还是撞死这1个人呢？然后这1个人是一个什么对社会特别有贡献的人，你说要撞死他，那5个人就是农民，要不撞死他，那是一个哲学问题了，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我们比较熟悉，但是你那边也有经济学家，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说，那经济学者在你这个 AI 的这个创新的过程，他应该要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要经济学者？其实非常多，我们 HI 底下有个 lab 就叫 Digital Economy Lab，数字经济学实验室。我觉得 AI 对经济学有至少2个大的层面方面的影响。第一是 AI 作为一个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本身的帮助，因为经济学其实需要大量的数据的处理去 understand。比如说我想 study job change， 比如说我发现我去 LinkedIn 上搜集大量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年的这个job 的申请啊，这个 job 的 description 啊，我可以看出大的趋势。那我不可能1个学生、10个学生，甚至100个学生都不可能用手动的方式去处理这个数据。那 AI 作为一个 tool 数据处理 machine learning， 它就可以帮助经济学的这个研究突飞猛进，用更快的时间、更准确的方式来学习经济学。那这是一个工具，但同时它也是被经济学学习的对象，因为 AI 可以带来经济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继续说工作这件事 jobs， 其实公众对 AI 的一个很大的恐惧感是来自对 jobs 的 change。那到底 AI 是怎么样 change job？ 它 change 的 job 的哪一部分？它会对不同的 job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最后这些 study 直接会影响政策。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都通过对这些 jobs 的 research 来这个至少去尽量去优化他们的就业的政策，他们的宏观经济的政策，还有一些法律的政策。所以说这都是经济学和 AI 交叉以后所涉及的一些不同的领域。你要怎么跟一个开长途的卡车司机，你要怎么跟他说AI 不是只有一个面向，就是会取代了你，你以后就会失业了。它是一个更复杂的东西，你怎么跟一个卡车司机说？这问题问得好，我想英台你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用卡车或者汽车司机作为一个例子，全球在讨论 AI 取代人类的时候，经常会说 truck drivers are going to be replaced， 对，甚至有人说医生会被 replaced。Talk about that as well。我们常说作家会不会被取代？这个问题我很想问你，你最近有没有焦虑？你待会问我好了。对，我们先说这个卡车司机会不会被取代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有人会这么说，因为self-driving car 或者 self-driving truck 是一个感觉是个指日可待的这个科技，毕竟这个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虽然还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已经有很多的就是说长足的进步了。那么我们先不忙说这个司机会不会，这个工种会不会取代，我想说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美国大概有300万 truck drivers，他们的这个 job 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他们的 life expectancy 其实是相对非常短的，就是和其他的 jobs， 因为他们会常年的在外，长期的从一个州开到另外一个州，所以这是一个理想主义，因为我并没有参与这个 self-driving truck 的研发产品，我只是作为一个科技者，大概懂这个哈。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来做这件事，我会对 对 truck driver 说，其实我希望你每天晚上能回家吃饭，
因为 self-driving truck 的这个新的这个科技，你的大量的那种跨州的长途的跋涉可以被 self-driving truck， 就是可以被电脑来取代，但是很多就是说只能人做的事情，比如说 last mile delivery， 比如说这个 dealing with uncertainty 或者是突发的路况，甚至在这个 transportation 这个 apparel transportation 的，包括什么组装也好卸载也好，就是各种周边的一些事情，也许它会变成这个 job 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而这种长途的在 highway 上的这种很 boring 的开车就会被电脑取代。如果有一天这件事发生了，也许这个 job category 并不会消失，但是它的 job 的这个方式会在变，也许它会让这个 truck driver 他们的 lifestyle 变得更好。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有可能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 study 这个，然后设计出这样的产品。你知道，我希望你们可以设计出什么东西来？你刚刚描述那卡车司机他本身的生活之辛苦，跟风险之高。我过去这2年住在一个阿美族的村子里头，部落里头。那我听过的最悲凉的故事是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说，台湾的原住民他占全台湾人口大概2%，是很少的。那农村他们的部落里头，因为工作机会不够多，所以他们年轻的男人、中年男人其实都是外出去打工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建筑工地里头做最低阶的、最危险的工作。我听到的最悲凉的说法，部落里的人告诉我说，第一个，我们本来就知道他们的平均寿命比我们都市里头几乎少10岁。就作为汉人，我觉得是很羞耻的事情。那我说的悲凉的说法是，我问他们说，那你们这个部落里头的男人，他们什么时候会回到部落里头来？我听到有一个人，他是毫无表情，他跟我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出去打工，做模板工人，一直到有一天他被抬着回来，就受伤了。对。然后受伤回来之后，家里也没有人可以照顾他，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还真的去看了这些人，就这么他的一生就这样就完了。那所以你在讲的卡车司机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们是不是也有个同样的逻辑，说为这些最低阶的模板的工人，他们是不是也有机会回家吃晚餐，然后到他中年的时候，不是被抬着回到他的部落里头来？其实我觉得 AI 的发展对这个就是 take humans out of danger， 就是对危险的工作和工种，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的。那我至少自己这一个 particular case 我是没有思考过，但是工地的 safety， 消防员的 safety， 自然灾害的抢救，比如说地震的抢救，其实很多这样的这个场景，我们真的是应该减少人类的伤害。我想在座的大家肯定都记得10几年前日本的核泄漏事件，最后是需要人去这个处理，然后这些人其实他们自己的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当时我作为一个 AI 的科学者，我看到那个新闻，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就是 AI 该做的事情了。就有一天机器可以变得足够的智能的时候，就是要取代人类去做这些危险的工作所以确实是。但我现在确实想问一下，作家会被取代吗？因为我知道他会问这个可恶的问题，我被迫赶快做了一点思考然后你不是已经用了吗？我用了，我告诉你，我马上你知道我是好奇宝宝，我马上用那个就是 ChatGPT， 用了之后2种感觉出现。第一个是天哪，我以前写一篇英文的文章出去，写完了这稿子之后，我大概要花另外一半的时间是在 proofreading， 要改它的文法改它的句子，让它变得更好看。
我现在发现，我用这个 ChatGPT 的话，哇，1个小时就解决了。而且就是解决的是你期待的。没有，它出来一个版本，然后我自己可以判断这个我要还是不要。对，它的这种改法，比如说它把一个 comma 改成 semicolon 的时候，我可以决定要或者不要。它把一个 to 改成一个 on 的时候，我可以决定。那至少让我的速度怎么变快，对不对？但是呢，我这样走，我那篇文章给他这样走一遍之后，我马上有一种强大的不安出现，因为我知道是我的文章变成标本了，我给你用了，我被你吞掉了。我文章变成你的东西了，然后拿你去产生给别人，拿去给张火军用了，这让我有强大的不安。但是回到你的问题，就是作家会被取代。我先问你，你觉得会被取代？我的所有见过的5年级的小朋友都很想他们的作业被 AI 做掉，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但是我问你一个技术问题啊，这个看一下，如果我把你所有的书都拿去训练一个龙应台 GPT， 这样，其实我可以想象，我今天用这个 GPT 的 base model， 再加上龙应台所有的书、杂文、采访、文字化了，训练一个龙应台 GPT， 然后 on top of that， 你比如说你说你下一本书要写猫，我们就 as an example， 我写一本猫的书，代表龙应台写，你会担心吗？就因为你来了，我才开始是真正的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有答案了。你看，你看这个答案，就你作为一个 AI 专家而言，及不及格我真的思考这个问题，还因为真的用了 GPT， 然后现在那个 GPT-4 已经出来，对不对？我首先问一下，你下本书是猫吗？不是，下本书不是，下本书我自己内部还在挣扎，到底是 A 还是 B。好，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想。我自己还发明了一个说法，叫做 BOFA， 来回答这个问题，来说明为什么我认为 AI 不会取代作家。第一 ，AI 呢，它恰恰是有 border 的一个东西，它不能够教你，比如说你如果 key in 说教我如何谋杀我丈夫，它不会告诉你如何谋杀你丈夫。因为他有一个 moral border line，我问他说我要如何自杀，他也不告诉我如何自杀，因为他会比如说 hate speech 或者各种东西，那他会有法律的问题，所以他要谨守一个 border。那文学创作恰恰是相反的，你不能有 border， 你有 border 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创作。好，这是 B，AI 不会取代，因为 B 它有 border。第二个呢，我想的是 O。就是说，我自己感觉，也许我对 AI 的了解是错误的。那 AI 的讯息，它是大数据的、大的整合、大的融合，都是别人说的东西，然后它做一个语言的 process。好，那它是一个 ordinary stuff， 它就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是大数据的结果。作家创作它刚好是相反，它是绝对不能有 ordinary 的。他是一个好的作家，是 ordinary 的相反，所以 AI 不会取代。第一个是因为 B 有 border， 第二个是因为它是 ordinary， 作家不可以是 ordinary。然后我第三个想的是 F， 想了半天，你看为了应付你还让我想半天。第三个它不能取代的是因为 it does not have genuine feelings， 它没有 F 这个东西。那我想了我要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呢？这样说，有一次我在德国法兰克福去看了一个艺术展览。这个艺术家干了什么事啊？他有100个玻璃是眼泪的形状的玻璃，他搜集了100个人的眼泪放进去。好，那我站在这100颗眼泪的前面，我在想说，Is that a tear？ 那或者是说，你如果把一滴水它的成分盐水的比例完全跟那个化学比例跟眼泪一模一样的话，那放在你的面前，请问你叫不叫它为眼泪？所以我觉得 AI 不是真的眼泪，
它是水加盐，但它不是眼泪，所以它没有办法取代。最后一个就是说，你说的，就是 AI 是一个 augmentation， 它是一个工具，它扩大你的能够做的事情，但是 it's not the core, it's not your heart， 它是 augmentation， 让你的手可以伸得更远，你的脚可以跨得更长，你可以跳得更高。But it's not your heart， 它甚至于可能是你的心脏，但是不是你的 heart， 不是你的心。那文学绝对是心，而不是心脏，也不是 augmentation。所以我在想说，那 OK，it's not augmentation， it's not 文学不是 border，there's no border。文学 is not ordinary， 文学 has to have feeling，and 文学 is not augmentation，it's the core。所以我想到，好，我今天要回答菲菲说不会被取代，这通不通啊？我其实有点想 push back， 可以吗？说我还记了笔记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呢 border 哈，你是看到的今天的 OpenAI 啊、Google 啊，他们确实是有 border， 他们就是说，你说有法律的边界，说实话，法律还没有出台，全球对这个大语言模型的任何产品的法律，这其实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包括 HAI 本身，我们也在思考的这个。但是就不管法律有没有出台，但是自我的 governance 这些大公司还是比较负责的，包括一些硅谷的初创公司。但是你可以想象，不是所有的人都是good actors， 那么这个技术是可以在 bad actors 的手上的。所以你的这个边界其实有时候是不存在的，是吧？人类很多的工具落在 bad actors 的手上的话，那这个边界是没有的。所以你这个靠这个 border， 我觉得是一个你可以靠它。你说 AI 可以没有 border， 它可以没有 border。第二，你说它 ordinary， 你说是什么最大公约数是吧？但是我专门说了，它是通过龙应台的作品 train 的，它不是最大公约数。它是龙应台作品的最大公约数啊。然后 OK，that's interesting。你 OK，keep going。那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一个我的理解是，它是一个语言的processor 工具，对不对？对。那问题那就回到就是说，水加盐它不成为眼泪，你缺的那个东西，所以作家 AI 做出来你没有那个 tear 那个东西。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一个好的作家，他是这个要做到的是 unique 的 feeling。他第一个是 uniqueness， 第二个是有 feeling， 就是他的 heart。那个 feeling 不只是浅薄的感觉了，而是一定有心的。其实这个我是没法反驳的，因为作为我是一个科学者，我不知道怎么去写作，像这样的写作这也许真的就是写作最精髓的。其实 neuroscientists 有说，就是说 brain is the brain consciousness 这两个对不对 ？AI 用 brain consciousness 这两个之间的哲学辩论。对，关于 AI 是不是 conscious， 这是全球最 popular 的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话题，但是呢，目前为止站在一个算法的角度是没有任何证据 AI 是 conscious 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你要传递要表达的东西是带着你的 conscious， 带着一个 feeling 的。所以你认为就是说，因为你的 unique 的 feeling，你不会被 AI 取代。但是说，如果你作为科学家告诉说有一天 AI 它会有 consciousness 这个东西，那我就不一定了。OK， 我们先暂时不谈 consciousness，因为我觉得这个说实话，这个话题，在我们没有足够的研究下，这个话题是一个比较就是说很难真正深刻的回答。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作家被取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不是你不能写了，而是你写的书没人看了。这早就发生了。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AI 即使它没有 feeling， 你可不可以想象
突然我们的市场上，我相信几个月以后就会发生 AI 大量的写书，迎合市场的口味，或者是什么，这个时候作家这个职业怎么办？这个还不需要 AI 来，因为有些作家他自己认为他的作品是如何如何的扎实，他20年写一本书，然后他眼睁睁看这个不是 AI 的人类，他是20天就出了一本书，然后他卖的书是他的100倍，这个不需要 AI 来，他已经，然后有时候那个卸任的校长一下来就写个畅销书，然后我们这些作家都完了。我开玩笑。那这个现象已经发生，不过你是对的，因为牵涉到这个，就是说 consciousness 会不会有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你在科学上都不知道。但是总而言之，我是觉得说，任何创作还不只是作家，你真正好的创作，不是所有创作都是好的。真正好的创作里头，你一定是有一个最最深的那个东西，那个心的东西。不是心脏，而是 heart。那个东西目前还看不到可以被取代的。那应该，但是如果有一种，比如说写个小说，言情小说，30%的 sex，20%的背叛，你个 formula 你弄出来，那确实是。对。那我想，我其实有个话题，我们在私底下，其实我们俩都很感兴趣。你说到 heart， 说到 core， 我觉得我们应该谈一下教育。因为首先，教育大部分的教育是通过语言，其实现在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对教育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可能每一个不管是英文、中文还是其他语言的老师，可能都在想，我们怎么去教孩子们写作。每一个孩子都在想，我们怎么样 AI 帮我写作业，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出去玩还有就是在 AI 的时代，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教育？那当然，作为一个 AI 的科学者，我是有很多想法，但是我其实更好奇的是，作为一个非 AI 科学者，一个母亲，一个文字工作者，你也是曾经是文化部部长，肯定思考了很多教育方面的问题。那你是怎么看的？我真不知道。你现在讲到教育这个问题，我反而想要，菲菲，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问题丢给今天在场的刚刚卸任的台大校长，管校长？刚刚菲菲问的是说，这 AI 这样的一个世界，尤其你是一个经济学家，然后作为一个教育者，你可不可以很简短跟我们说说你的看法是什么？互相推卸责任。那菲菲你说一下嘛。你是一个教育者，也是一个妈。对，我是一个妈，而且我的孩子，我估计他们都想用 AI。有几个层面，但是我真的是很想跟大家一起探讨啊。第一我其实知道，就所有人都说过 ，calculator 出来的时候，数学老师也是被有很大的冲击，但是数学这个学科到现在还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的孩子就是说他多了工具，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没来得及讨论的一个重要的一条线哈，其实就是要recognize AI 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可以有福祉也可以伤害人的工具，但是在教育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很多层面上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很好的工具。就像你刚才说，你语法的修改还有包括你通过 AI 来搜寻、更查资料去了解世界这都是非常好的工具。但是当 AI 的能力变得那么高，比如说现在他的写作能力变得这么强，我们就要开始思考，就是说孩子们在学校里到底学习什么，然后学习的目的是什么。那不管是作为教育工作者还是作为妈妈，我还是觉得不管工具变得多么强大，教育的目的是育人，人还是最重要的。我经常对我的学生和同事说， AI 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人首先我们要教他们爱妈妈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一场 GPT
给我们的冲击，可以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这样的危机感下更深刻的自省，就我们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当我们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电脑已经可以帮我们做了，或者是辅助我们做了的时候，我们希望孩子们在教育的环境下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就包括你说的作家说的那个 core， 那个 human empathy，human wisdom 和 human 的 creativity， 这些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最近出来这个 GPT 这个东西，让我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呢？是如果我们小学生从三年级、4年级开始写作文，以前认识多少字也开始写一篇文章。那也许很多人会误会，以为写文章就不是学句子，然后把它放在一起。但事实上，你真正懂的人知道，写文章、写作文是思想，它是一个思想训练。那我就会想起，你知道有一位，我不知道你知道钱穆先生，他是我们称他为国学大师。他自己26岁的时候是在大陆江南做小学老师。他怎么教写文章？他把他的学生带到大树下的古松树下的古木群，所以让孩子们自己去挑一个坟或者是一棵那个松树下的坟，就坐那听。他要孩子们听说风吹过松针跟松针之间的那个声音是什么，它跟吹过一个阔叶树的那个声音是完全2种不同的声音。你听过了之后，你来写文章，你描述那个声音。那孩子们他学到的是，第一个是美，什么叫美？第二个是人跟大自然的关系是什么？第三个是，当他必须把他的感觉跟他的思想变成文字的时候，变成文字就是强迫你把它真正的深入你的系统里。那如果我们这前面的这整个过程变成你输入个 AI 关键字，然后那个文章就出来了，然后老师也就接受了，那这些孩子我们将来怎么办？他就缺了思想的锻炼。所以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觉得这跟 AI 已经无关了，这是就是说 what is education 了。今天就算没有 AI， 我们看到的很多教育也是填鸭式的，这是全球都这样。我生活在湾区，那是一个高压的地方，对小孩子们就是硅谷的湾区。对，没有 AI 也是。对，所以谁用全部的方法在教作文？对啊，所以我甚至觉得也许这是一个好事，就是当我们的教育受到这么大强大的工具的一个冲击的时候，我们必须去自省啊。包括你看那个，就是大概我来台湾前几天 GPT-4 那个 pass 了多少 test？ 对 ，MCAT、LSAT、SAT、GRE。那我觉得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在想我们还要不要这样的 test？ 我们到底要 test 什么？所以我认为也许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人类被挑战了，那么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重新思考。换句话说，你不觉得我们应该那么轻易的就把问题归诸于是 AI？ 其实是你自己怎么用它，你自己的教育，就以教育而言，你自己教育是什么？那当然，因为当你说这句话把问题归诸 AI 的时候， AI 是没有 self-consciousness， 它没有 free will 的。AI 只是一行行的 code 而已，它既不在思考，也没有目的，也没有就像你说情绪。那么问题在哪？所有的问题和所有的希望都是在我们人类本身。对。我们问一下今天在这儿现场的朋友好不好？有什么问题今天非要问非不可的？杰平，你有吗？太多问题了，你只能问一个。好，谢谢菲菲和谢谢龙老师的演讲。就是对我有太多问题了，只能问一个是吗？或者2个吧，行吗？对，一个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是
最后说到教育的那个问题，也是最近我跟朋友们一直在讨论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以前是媒体人，然后也是写作者，然后我2018年开始做自己的公司是做 Web3 的。然后我本来期待着一个生产关系的革命先到来，结果没想到先来的是生产力的革命。对，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个共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面对 GPT， 大家都知道给出一个答案已经没有那么困难了，更困难的是问出一个好问题，对吧？就是你问出你就其实这个是很核心的追问，就是我们到底要什么？就是人问自己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什么，然后我们需要别人帮我们什么，就是你得问得出那个问题，你才能得到一个能配得上你的好答案。然后但问题就是说，所以很多人就会说，那好，那我们就训练小孩如何问出一个好问题。但是这句话就是人到底怎么样才能问出一个好问题，这句话我是真的有很大的困惑。就因为我常常在想说，我以前做记者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经历过非常长时间的，就像达芬奇如果没有画一万只鸡蛋，我不相信他能画得出蒙娜丽莎。他不是一开始就有上帝跟他说好问题在哪里，或者是说带你去看田野，也许听完松针之间的这个风声，他就能问出好，他还是需要练习的。就是这个，当然也可能这是我比较传统的想法。就如果没有那个我们以前传统观念里认为的那个所谓的10000个小时的练习，就是这个没有这些看似很枯燥的练习里边，其实有很多开放性的，就是那些看似很枯燥的练习里边蕴藏着很多开放性的就是未解之谜。然后其实那些东西我觉得是会给人带来灵感，就是会把我们导向那些无意识的灵感。但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从哪里来，就这个是一个我真的很困惑的点哈。然后我还有别的问题，但我等一会儿再问好了。好，姚菲菲回答这个问题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深刻，你一边问我一边在想，你这个问题完全不是一个 AI 的问题，这是 AI 给我们的挑战，应该是。对，其实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就是现在 AI 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最后当我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全是人的问题，其实不是 AI 的问题。很少有人，当然了，我和我的学生会说什么算法啊、公式啊、编程啊，这就是研究型的问题。那真正面对人类社会，在面对工具的时候，问的问题全是人的问题，包括你刚才的。其实我只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我其实不是研究教育，尤其是幼年教育的哈。我觉得你的 struggle 可能就是说这种基础和这个 unique 的创造性到底这个 tension 是怎么的？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啊。不管有没有 AI， 也许有了 AI 就逼得我们现在要重新去面对了。但是我总的来说我是同意你的，不可能只走一个极端了。我不知道英台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没有，我觉得这真是反而是说，那 AI 反而刺激了我们去追问一些这更根本的问题，那是好的。对，它真的强迫我们去面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对，那还是跟教育有关。钟明管校长，我想接续了刚才的问题啊，刚刚是讲说，如果我们可以追问的比现有的那个问题更深入的话，那其实就达到 AI 帮助我们的目的。可是因为现在 AI 的功能太强大，它会不会变成说它提供了所有人几乎一致的答案，更减少大家去想更多不同的东西，反而更趋于一致化，反而更不容易产生独特而且深刻的问题。然后从这个问题再衍生出来，我也想知道李菲菲老师，那你在课堂上当你在教育 Stanford 那批最优秀的学生的时候，当你也知道他们现在能够掌握这些工具的时候，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相对于过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教育方法？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我教的是 computer scientist， 我没有教文字这方面的其实很有意思。GPT 这个工具其实对软件工程的冲击非常大。虽然我没有教最基础的编程课，但是我已经可以想象，就是我的学生可以开始用这个 GPT 这样的工具，
去帮助他们做软件的编程了。那我自己会我还没有开始教我下一次的课，我会拥抱这个工具，因为软件编程对我来说，至少对我的领域来说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 means to an end。那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探索 intelligence 的边界，让机器变得更加的 intelligent，不断的去冲击下一个 machine intelligence 的目标。对我来说，如果在这个路上我有更强大的工具，软件工具去帮我达到这个目标，我是会拥抱的，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会拥抱。所以我的学生可能课堂教育还比较的 limited。那作为一个导师，作为博士生导师，我们的 advising 是就是经年累月的。这段时间就是我带博士每一个博士的这段时间，那我对他们的教育绝对不是编程的教育，而是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论怎么去做最重要的科学的探索，这个 AI 是代替不了的。那佳渊你有问题吗？因为你是广达的技术长。对不起。首先先谢谢今天的演讲。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讲，今天其实是很想来听 AI 跟人文素养到底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有很多无限的问题，但是我问一个比较第一个是那个菲菲你的那个lab 是 human center 的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 lab， 但是我现在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构筑 AI 的 model 是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但是我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人会思考不是因为只有 neural network， 是我们对我们的大脑其实懂得不多，我们现在其实只有数位化我们对神经网络的理解。那当然现在用大量的数据大量的运算，我们已经产生很特殊的结果来。但是在您的 lab 有没有回到更 fundamental 上面去做研究？那这方面研究会不会回过来刺激整个 AI 的发展，比我们现在的想法再更进一步？那第二个事情其实跟董老师刚才所谈的一件事情是有关这个如果我们今天训练一个 AI 要有人文素养的话，我们要怎么去 verify 它的人文素养的 level？ 就像当年的 Turing test 一样，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去 test 它，我就知道它的 level 有多高。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最后一个问题是说，记不住了，问题太多了。对，我简单讲一下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刚才在想的事情是说，今天 AI 它产生出来的东西，如果龙老师自己写的东西，他自己有感觉。其实 AI 这个 ChatGPT 跑出来的东西，它是 ChatGPT 不会有感觉的，就像你讲的是一样。现在有很多人在做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我们不谈文学，我们谈音乐好了。有人开始把 Schubert 的这个未完成的交响曲再帮他补一个乐章，然后有的人又开始把这个 Mozart 没写完的那个安魂曲的最后，他不喜欢他的学生写的那一段，又去把它补住。那问题是说，你的 AI 根本也不知道他写出来的是不是好不好。可是这样的 activity 蛮多的，我也想听看看您的 comment 是怎样，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一个工具好了，它 generate 出一段音乐，如何证明它是有意义的 in terms of 这个 humanity 来看，这个是我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想跟你请教一下。谢谢。你记得你的问题吗？我倒着回答吧，这个我记得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你问这个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一句话，就是1000个人读哈姆雷特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感受哈。那个其实你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当 AI 去 complete Mozart 的时候，它到底对人，我其实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是就是非常武断的说，肯定没有 original Mozart 好。
我做不到这个回答。我们基本可能肯定 original 那个 Mozart 他要活到今天，他的 completion 可能会 different， 就像应台刚才说的，他有一个 unique， 他作为一个 creator， 他有一个 unique 的视角，你很难就是 completely replicate that。但是他是不是会给这个听众，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感受？说实话，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不知道。那站在科学者的角度，我会觉得，我们其实应该做一些实验，认知学的实验来 test 一下。这也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就是说，那么多文学作品，不管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最后这个受众，它最后多 popular， 其实 we don't know。你的倒数第二个问题是 Turing， 就是去 measure。对，它是 intelligence， 但是你人文素养怎么 measure human 的素养？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是一个比较 nuance 的问题，就是其实这个 human elements，不光是 AI， 但是我们只说 AI 有 multiple parts。比如说，在我们的 AI 这个领域，很重视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fairness， 第二个问题是 privacy， 还有包括 ethics 的其他的方面。那我觉得确实在 AI 的这个 system 的 design 和 system 的 evaluation 里边，尤其是 fairness， 其实是有很多研究的，怎么做 fairness 的这个 evaluation， 这个可能今天的场景我没办法细说，但是有很多的探索，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privacy 也是同样的，所以这些方面它也许不是用素养这个词，或者是一个overarching index， 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在不同的 dimension 已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explainability， 这些都是不同的方面。你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关于脑科学和 AI 的联系。我们 HAI Human Centered AI Institute founded 的3个 principle， 第一个 principle 就是刚才说的 augmentation， 我们相信 AI 作为一个 tool 是 augment enhance human。第二个 principle 是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把 AI 当成一个交叉的科学去study 和 forecast human impact societal impact。第三个其实我刚才一直没有提到，就是你说的和这个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交叉，因为人的智慧其实还有无穷的空间和 ability， 我们都完全不知道的。我说一件事，你们可能会很吃惊，我们这个脑，这个硬台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大脑只用了20瓦特。你写书，当然了，你20瓦特烧了大概1年，但是你想想，这个灯它的那个能量用的能量远远超过20瓦特，而今天的大数据模型用大量的能量。我用这个例子，就说明我们的人脑是非常之奇妙的。这个比一盏普通的灯还暗的这个20瓦特，给了我们相对论，给了我们走到月球的 rocket， 给了我们 Mozart， 给了我们那么多的书所以其实在 AI 和我自己也非常 excited， 就是 AI 和脑科学的交叉会给下一代的 AI 以及下一代的对人脑的探索都有带来很多的可能性。刚刚嘉渊在问说，你一个人的人文素养是不是可以量化来衡量他有还是没有？我相信答案是没有一个，你无法量化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但是如果我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不知道会怎么想。我会想你对于文学、哲学、史学，就是人文的，如果有素养的话，就是你真的深入，不在于你可以背多少的哈姆雷特或者是唐诗，
也不在于你会弹钢琴，我们都知道暴君很多都是会弹钢琴，杀人的都会弹钢琴。我会这样说，也许有点抽象，就是说，当我们走到一个湖边，然后湖边有一排白杨树的时候，你一般的人就会看到岸上的白杨树，因为他用手可以摸到，就是一棵树、2棵树、3棵树。但是当你有人文素养，知道历史的过去、哲学的未来，跟超过目前的这个有限的时空的想象的时候，走过那个湖边的人，他会看到岸上的白杨树的人，他有一种能力，他可以看到白杨树它的那在水里头的倒影，他也看到倒影里头水光跟那个流动跟那个涟漪所造成的那个树干的影子。那他比较会知道说，你手可以在岸上触摸到的那个树干跟水里头的那个倒影是缺一不可的，它两个同时存在，这虚跟实它是同时会看见。那他当有这种素养的时候，不管是他变成一个国家的总统，还是变成一个大学校长，变成一个交通部长，他对任何事情的态度跟他的判断会不一样。他没有办法量化，但是他可以直化。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啊，你反正不然你就会是一个 one dimensional being。那但是我们只能有最后一个很简短的问题，因为网上有一些问题，今天在线上好多上千的人，只能有容许，就是清华大学副校长简校长，副校长。谢谢龙老师给我这机会。李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刚刚也提到你是训练 computer scientist 的，那台湾在硬体的制造有台积电啊、旺宏啊、广达这样的公司，但是我们在软件上面，虽然我们也有很好的人才，但是并没有把它发展成像在硅谷这样的一个产业。但是现在这种技术发展可能会让这种数位的落差又更大，所以您觉得对于台湾在因应这样的趋势，怎么样去训练我们的 computer scientist， 或发展我们这样的产业，或是像台湾有很多的其实是中小企业，它可能照顾更多的这些一般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些产业形态的一些地区，它怎么样去 leverage 这样的趋势，而不会让这个落差越来越大，以后将来就只能全部都有事就要问这个 GPT 来帮忙解决。谢谢。我必须老实说，你问了一个我不太懂的问题，我实在不了解。我觉得从我就是说在美国工作的经验哈，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科技就是 AI 方面为什么会那么的发达，还是就是工业界学术界其实还是有很深度的合作。站在斯坦福，我觉得感受特别深。我们的学生在各个公司做 intern， 那很多教授有时候也会去学术架然后这样的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环境，其实还是很帮助创新的。我知道我并没有很好的回答你的问题，是我知识有限不了解，但是确实是我自己还是很感谢，就是像硅谷这样的一种氛围，一个 ecosystem。好，那我们线上有些问题，然后我发现这些问题呢来自好多地方台北就以台湾而言，我们有云林高雄台中新北市宜兰然后还有上海的、天津的、吉隆坡的，还有柔佛居软柔佛。还有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还有一个人说吉隆坡正在暴雨中，好像加州也在暴雨，湾区也在暴雨中。然后呢，美国、英国、瑞典都有正好真的在一个天空下。那然后问题很多，我线上的我看不见的朋友们要知道说，我们很高兴你在那儿，然后这个用知识能够把我们聚在一起，实在是太好了。我也希望说将来的场次呢，是不是中国大陆的朋友们会更多的参与，那让中国大陆的朋友跟台湾的、跟香港的、跟马来西亚的，大家可以在同一个知识的纯粹的空间里头交流，真好。那因为时间不多，我就线上的朋友要
抱歉，我反正你就知道了，以后常来这儿哦。那这里有一个是雅加达的问题，雅加达的问题是说这个他说我不知道这个雅加达的小迪你是怎么试的？他说这个他 Chat GPT 呢，每次人给他一个提问呢，他都会提供一次的回问反问。我没有，我倒是没这个经验。那然后如果你给同样的问题，他每一次的回答又不太一样，所以他是说你从人文角度怎么理解这个现象？这表示 ChatGPT 有个性嘛？我还是要再说一次，我觉得我们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哈，我有一点点焦虑，就是我们现在对 AI 赋予的过多的类似人性化的揣摩和猜测。 AI 是一个很 sophisticated software system， 它也是一个 tool。我们暂且不说以后的发展是什么，今天的 AI 是没有所谓的人文素养，也没有所谓的 consciousness， 也没有所谓的 free will。 我觉得尤其是站在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媒体的角度，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中肯的来描述这个工具。所以就是我可能就是只想给这位听众说，它是一个软件的一个工具包吧，可以这么看。它的回答是来自于它的训练数据和它的这个生成软件。这里没有 intention 这些种种的揣摩。菲菲，这里有一个上海，我猜她是个姑娘，她有非常非常具体的焦虑，你看你怎么跟她说也许一句话就够了。上海的妮妮，她说，那么这可能是她的工作，她说，那么传统做文案跟设计的人员是否会完全被取代？刚才娄一台老师已经说了，不会被取代的。我理解妮妮的焦虑。我觉得 AI 生成式 AI 这个工具会巨大的改变做文案和 design job 这个工种的这个 workflow， 这个我相信。但是人类的 feeling， 人类的 creativity， 人类对一个具体场景的了解，比如说你们怎么想出这个不寻常对话的背景，这个里边可能充满了人文的元素这些是 uniquely human。 对，所以我不认为会会被取代，我认为这个我们应该更好的使用这个工具。菲菲，下面一个来自台北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而且他问的方式我们也谈过的。他说，大家都是谈 ChatGPT， 它的热潮再次的引起了科技巨头的，我们这里就有科技巨头那个吴董事长，引起了科技巨头的技术的竞赛。那李教授，你从学术界到了 Google Cloud， 又回到学术界，你这样的经历，你可不可以谈一谈科技巨头对社会的影响力？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你跟我提过，你觉得在这个竞争里头，大学其实在渐渐失去它的影响力。我是有一些焦虑，就是说我为什么说大学在失去它的影响力，是因为我觉得科学的创新需要在科技公司，也需要在大学这样的环境，尤其是有很多交叉的学科和这个非盈利的目的。但是 AI 是一个需要极多的算力的一个领域，那么如果大学失去了这个算力的资源，数据和算力的资源的话，那么这个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这也是最近斯坦福还有美国很多高校在跟这个美国政府协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但是回到这个他的问题，科技巨头对社会的影响，吴董事长，你待会要说吗？菲菲，你说。我觉得科技巨头，我想大家指的像谷歌微软这个脸书等等，那绝对是深远的影响，那是没得说的。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就是没有悬念的。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还想说的就是他们有没有社会的责任？就除了这个产品它的影响力以外，它这个产品是不是有责任的？我想这个问题现在也是大家探索的。就像其实印堂刚才你说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展开说。你说你很紧张，因为你把你的东西交给 ChatGPT， 它不是帮你改了吗？然后你觉得你给了它，对，你给了它你的，我壮大了它，是不是？你壮大了它。其实就是这些方方面面，包括数据，谁拥有数据？他们拿着我们的数据就是说自己在长大。那还有其他的，就是我尤其担心青少年。我其实非常在生成式 AI 的这个浪潮下青少年得到的影响是什么？我这要多说一句最近有社交网络推出这个自动的化妆的这个 filter， 那其实对我们的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对自身的认同，这些都是巨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科技公司是要参与这个社会责任的，但是他们自己可能有他们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是盈利为主的。那这个时候 civil society 学术界、思想界、政界、法律界都需要来参与才行。好，菲菲在线上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啊，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来自大陆，但他没有写他什么地方，会不会是乌鲁木齐啊？他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关键。就是说，那么人类真正应该恐惧 AI 的那个临界点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在过去10年 AI 的一次一次的浪潮，我们都看到了很多的恐惧。我记得AlphaGo 战胜了这个LisaDo 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就 society 也产生过一次的恐惧。这是围棋是人类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哈。那后来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浪潮，那这个恐惧就是关于 jobs 的恐惧了，刚才我们已经讨论到了。然后现在 ChatGPT 又带来了一次恐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恐惧点也一次一次的在发生。那再纵观，我刚才也说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其实每一次工具的这个发明都会带来恐惧。这个恐惧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是健康的。比如说火，我在想象原始人发现了火吃到了熟的肉，那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但同时肯定有不知道多少茅草房被烧掉，多少孩子受伤，多少这个火带来的这个，那肯定那也是一个恐惧点。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每一次工具的发明，它既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工具，又是一个就是造成伤害的一个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恐惧点肯定已经来了，而且这不是一个点，它是 N 个点。每一次这个点来了以后，我们就需要去 answer to it， 我们需要 find solutions。The good news is， 我觉得总的来说，人类的文明史是在不断的进步的。我们每一次发现了工具的这个可伤害性，我们都在通过不同的办法去 find solutions。我觉得菲菲最后说的这个，我就想用这个来做今天的结束就是其实龙应台基金会是台湾的一些知识界的、学界的、文学界、文化界以及科技界的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做的基金会，已经走了18年。在18年之中，在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AI 这个大数据的技术上，不知道翻了多少倍。那我们在18年之后的今天会推出这个不寻常对话的这个系列，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李菲菲做我们第一位客人是因为我们这个不寻常对话跟这个 AI 在过去这个发展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这个大数据的整个的科技发展的这个18年之中，我们都开始一方面寄予期待，一方面心中有忧虑，就是这个 algorithm 已经把我们的社会的那个共识变得越来越小，就是一小撮人聚在它的同温层里头，各种的 bubble 同时存在。它既是一个集体，它根本更是一个分体，都分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不寻常对话，其实我们这些朋友们真心诚意的就是希望，尤其今天线上2000多人，是整个华文世界里头真正跨界。那么这些跨界的华人，我们是不是可能跨越这种我们目前的政治的对峙以及信仰的分歧，可以有更高的东西使我们有所追求？那不寻常对话就是希望，说不定 AI 可以，它既分散了我们，但是它又给我们更新的工具，可以你说的是 finding solutions， 那个 solution 一定是跨越出去，然后可以对话，可以学习欣赏不一样的人跟立场。那所以希望线上的所有不同地区的朋友，那继续关注我们基金会，也关注这个不寻常对话。那今天最要感谢的是李菲菲上一次来台湾是12年前，而且上一次是第1次来台湾，这次是第2次。这次她来根本不是因为应邀要来做很多的这个演讲，她其实是一个妈妈的身份，带孩子来接触人文的素养，来到台湾。那我们是偷她的时间过来，让她能够有这样机会跟广大的华文世界来做一个思想的交流。所以菲菲，你会再回来？谢谢，谢谢你。会的，谢谢大家。